大家好，这里是爱沃科技，我是王贺。万用表作为测量工具，在电子维修领域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最近我们收到了众仪厂家发来的一款万用表，那我们先看一下这台万用表在实际维修中的表现怎么样。 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台小米10的维修案例。那这个机器呢很有意思哈，是从一个小米的保外工厂寄过来的，然后客户的名称是我，很奇怪，这边给大家看一下。然后呢，他说是维修主板加换屏，然后等等等等，就无法修复嘛，需要更换这个主板，就不建议维修了，所以发到我们这边来。到底是怎么发过来的？目前我也不太清楚，反正他说不建议维修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先拆个机器看个情况。我们先夹电啊，看一下电流情况。好，夹电正常，开机。哎，上啊。 这个电流呢是正常的啊，特别是同行跟大家说一下，像小米这款新的机器，不是新的吧，就是基本上，稍微走的是高端路线的啊，你开机都开不起来，就是你没有检测角啊，就像这样，按开机键大200起跳，然后归零，200起跳归零啊，就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其实是正常的。那么现在由于我没有检测角的话，我就要拿一块电池了，是吧？电池放心我们有，我看一下啊，我放哪了？在这。 是吧？我拆解留下的嘛，是吧？所以拆解呢，对于我们维修来说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因为它的电池肯定是不行的啊。之前我们有尝试过开机是没有反应的啊，用我的电池来开一下看能不能开机。诶，震动了啊，震动了，但是屏不亮，看到吗？屏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啊，确实是震动了，可能是可以开机的。 那么，由于刚才看到那个单子上说那个保外工厂说是要换屏嘛，可能是屏幕坏了，对吧？然后呢，我们也有屏，不过这个屏呢被我切了啊，现在是非常的薄，看到吗？柔性屏嘛，很软，看到没？一点点是吧？切了以后，由于没有盖板嘛，是吧？现在还没有货，所以我就没有压了啊，只是做了一个实验。我们扣上这个屏，看它能不能亮。我这屏确定好的啊。 震动了，哎，还是没有啊，还是不亮。那么这种情况就很麻烦说了，因为它屏也不亮，我们的屏也不亮。那现在又不能确定它的屏是否好的，是吧？就很尴尬。不过，其实我是可以确定的，但是由于我这张主板呢，上次大家看过视频的应该都知道，这个显示座呢已经拆给了之前的客人，是吧？现在我们就先不管，我们先把它的。 主板先想办法修好，能让我们的屏能亮，再去看它的屏能不能亮啊。通过这个方式我们来确定，好吧？好，我们先显微镜吧，电池抠掉，看到吗？这个一上来就看到问题了，是吧？它这里呢有一个转换管啊，下面已经被挖烂了，我放大一点，这样可以看到吧？是吧？这里可能之前进水了，腐蚀是吧？ 然后坐着呢还可以啊，并不是很烂。那么上一次我们修的小米10也是由于进水烧屏幕的座子啊，那以后会不会这个问题比较多呢？是吧？那也说不准，是吧？反正有呢我们就修呢，是吧？先把这台先修好吧。这样啊，我先打开我们的参数，是吧？就是之前我们拆解的时候，所有对毫板进行测量的参数，我们都有做记录，也有给同行分享的。那么由于这个机器呢比较新，它没有图纸的，所以你没有参数你是没有办法维修，是吧？那么我们有参数，我们就对着来测量给大家看一下，好吧？换表啊，先从这边啊，这边3个是没有组织的，1、2、3，看到吗？2来了，然后这边3个有哈，1。 有，2有，3有，然后4个OI了，1、2、3、4过了啊，后面都有的啊，1个、2个、3、4、5、6、
OK， 这边都有啊，这边是 D 线，看到吗？000 D 线啊，这里也是 OL， 好吗？然后下面一排啊 OK。那么现在组织是正常的，我们就看它这个转换管的电压，因为这种转换管在小米用的比较多，一般都是扣上电池开机就会产生3到3.5左右的一个电压，一般都是3.3或者3.4啊。我们扣上试一下。好，这个板呢是我自己的啊，我们先来测下电压给大家看一下啊，为了方便后期大家的维修是吧？档切一下，电压档啊。3.369是吧？差不多啊，差不多。我们再看一下，是吧？啊，可以。那么客人这个板呢，这个地方肯定是测不到电压了，因为它挖的一个是那边断掉了，底下根都没有了，是吧？那这个芯片到底坏没坏？这个转换管我们也目前也不知道啊，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看一下它这个线路啊，我们要怎么去调整？因为它好像是挖断了一根线，如果补上去可能不方便，是吧？先看一下啊。这个位置，我们先测一下啊，测它这个线路的通断。正常来讲呢，应该这边应该是有一根线通到这边，然后通这个底下。但是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底下有个点，看到吗？挖的有个点。我们来测一下它底下这个点吧。接地啊，接地，是吧？然后那这个线上肯定不用测了，因为这头断，这头也断。是吧？那目前底下这个点是接地的话，我们也很难分辨，那我们只能从这个地方去挖了。好，这里有一个根，这样，为了确定电压是不是从这边过来啊，那么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开机啊，看能不能测到刚才差不多电压。如果是的话，那我们直接从这里飞线飞到芯片底下，然后再转机测试，是吧？这个思路应该是没有错的。扣上电池，这个电池应该是没有电了，所以我要给它充电。一样啊，我们切过来测一下看有没有电压。这里啊，注意看，有一个3.46伏是吧？再来一下啊，看到吗？啊，那也就是说，这个线应该是把电去给到这个转换管的。那么现在这个线断了，它肯定不工作啊，可能会导致不显示，是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没有图纸，确定它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先从刚才那个有电压的地方线拉一根出来，拉到芯片底下啊，我们看一下。好，我们拿一根铜丝啊，比较细是吧？肯定还有啊。我们直接从这里焊一下，看能不能焊上去啊？这个芯片就不用拿了，是吧？这样子省时，这个风险也低，是吧？放到这里就可以了啊。好，可以。然后呢，再拉出来飞到这个小的上面。这小的上面有很多的地线，我们再刮开一点吧，是吧？这样安全一点。好。放点焊油，尖烙铁啊，线切断，选个稍微长一点吧，万一不够是吧？这样子 ，OK， 换个方向，上点细线 ，OK， 刷干净。好，我们再直接装它自己的屏啊，我们试一下看可不可以亮。那电池它那个不行，还是我们电池。好，插充电器，试一下啊。哇，屏亮了啊，大家看一下。然后它现在显示在充电标志，我要肯定按下开机键才能开机。来了，刚才他那个维修单发给我，上面说是要维修主板，然后更换屏幕，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吧。其实怎么讲呢，这个屏没有坏，是吧？也算是运气好，因为这个屏确实是蛮贵的，要可能售后的话1000把块钱，是吧？你看，给省了这么多钱。其他的功能呢，我就因为很多东西都没有扣，是吧？现在密码我也没看到。我稍后再联系客户，我们再去测试啊，跟他沟通，好吧？那么先这样，
案例我们先看到这儿，这是一款台式的外用表。首先从外观来看呀，它的设计还是很新颖的，个人感觉很像早些年汽车里边的收音机。左边有一个4位半的反显示屏幕，在读数的时候会更方便。右边还有一个旋钮，旋钮中间的小屏幕可以显示时间、温度等信息。这款外用表还带有蓝牙音箱的功能，旋钮可以用来调节音量。你看，有些东西表面看着像个车机，实际呢却是个蓝牙音箱。你说它是音箱吧，实际上它又是台外用表。那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接下来就试一试它的音质。这个音箱的效果怎么说呢？听个响吧。修手机累了的时候，用它听下音乐，放松放松，还是蛮不错的。这个外用表还具有闹钟和温度计的功能，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工作室里，甚至你的床边。前提最好是你的卧室和工作室是同一间屋子。总体而言呀，这台外用表的表现还是很有创意的。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厂家可以推出这种独具特色与实用性的工具。好，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儿，咱们下期见。